阎罗王并不是主宰传统神话之中都有对于阴曹地府幽冥世界的描述，很多人觉得阎罗王才是幽冥之主，但事实上，在本土的道教传说体系里，酆都大帝才是真正的幽冥地府主宰，至于阎罗王等概念，都是佛教传入之后出现的。酆都大帝可以说就是冥界的君王，早在《山海经》之中就已经出现了。对于鬼国的记载，当时最早出现的管理者是申书玉律这两位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后来逐渐诞生了五方鬼帝与酆都大帝的相关概念，而五方鬼帝都是协助酆都大帝的幽冥界管理者，并且虽然号称五帝，但在古代传说之中，五帝其实是9个，而不是5个。五帝是哪9个人？根据传说描述，申书玉律2位掌管，东方的桃指山与鬼门，西方的播种山则由赵文和与王真人2位掌管，北方罗峰山的管理者是张衡与杨云，南方罗浮山的管理者是杜子仁，中间的抱犊山则由周琦与嵇康管辖。这里看得出，除了南方鬼帝是一个之外，其他4个鬼帝都是2位一起并称的。而后世众人熟知的十殿阎罗都属于五方鬼帝的后来者。阎罗王的概念并非出于我国，而是随着古印度佛教的东传带来的异域概念，后来因为佛教的昌盛和本土化，逐渐融入了本土。唐朝之前已经出现了阎罗王的神，至唐朝中晚期阎罗王开始分化成为十殿阎罗。在传说之中，阎罗王是十殿阎罗之一，居第5殿，而且担任者后来在宋朝变成了包拯。他们的工作与前辈五方鬼帝类似，由于阎罗王与十殿阎罗的出现，五方鬼帝的概念逐渐被淡化，乃至于消失。十殿阎罗成为了酆都大帝的星辰，他们辅佐酆都大帝执掌幽冥世界，并且受制于酆都大帝。酆都大帝执掌着万物生灵的魂魄与残念，并且按照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，判定其是赏是罚，是否有下一世，下一世如何。五方鬼帝与十殿阎罗都是辅佐的而已。酆都大帝到底是谁？北阴酆都大帝被道教尊为北方武器，天中太阴北帝，北阴酆都玄清大帝太阴真君，总理大化天尊等等，居住在景天宫，也就是北阴酆都宫之内，是酆都主宰，主管冥司，是天下魂灵之宗，掌管一切狱，主构240司，管辖5万众，考虑罪人，推崇轻重，举奏善恶。说简单点，酆都大帝就是最初汉神话之中幽冥世界的最高主宰者，是地狱之主。此外，关于酆都大帝还有个说法，那就是酆都大帝是北极紫薇大帝在幽冥世界的一个化身，他化身酆都大帝之后，领北极4圣，节制一切魔王妖邪与鬼魅精灵。北极紫薇大帝与酆都大帝合二为一，就是所谓的北帝。按照传说，酆都大帝执掌的酆都炼狱，拘禁着世间所有十恶不赦的人，魔鬼魅妖邪等等，而且永世无法超脱。唐宋时期，来自古印度的阎罗王概念进一步丰富，还演变成为了十殿阎罗，而传统的本土幽冥之神酆都大帝的形象也由此逐渐被淡化。宋朝时期，重庆酆都山开始被视作通往幽冥世界的入口，久而久之变成酆都大帝的居住地所在。如今对于酆都大帝的祭祀，主要出现在道教超度往生的时候，还有祈求长寿的时候，与其主宰幽冥的本相有很大变化。据道教典籍记载，第一任冥界主宰是太乙救苦天尊，在大罗天、九天界是清华大帝，在冥界中是救苦天尊，为众生救苦救难，消灾去恶，治病消罪，挽救冥界的大道至圣者。十殿阎王都是其显现的智慧力量形象。而南极长生大帝现任冥界主宰，前身是炎帝一世，在大罗天、九天界是长生大帝、玉清真王。为实现元始天尊的意志，传播大道智慧，在中国上古时期显化在陕西宝鸡羊角山，是管制冥界众鬼之主。传说酆都大帝左右列有119位鬼官，有36个地狱，设有75司，各司分别负责收捕、追逮鬼魂等等职能。人死后其魂魄按照不同情况经过不同类型的地狱，
第一个是每个人都要去的咒绝阴天宫，第二个是突然死亡的鬼魂要去调查的地方，第三个则是生前有杰出贡献或道德高尚去的。死者的亲属如有为阴间鬼魂超度赎罪，奉祀丰都大帝，才可由丰都大帝决断是否赦免，发送鬼魂狩猎升天。而十恶不赦、大奸大恶的鬼怪魑魅等都要被关进丰都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丰都地狱比佛界的18层地狱更为恐怖。自清代以来，不少人在生前为自己预修黄鹿道场，因此如今也有人在生前修建延生道场时，奉祀丰都大帝，祈求健康长寿。据东汉张衡《论衡·定鬼篇》引《山海经》记载，北方有鬼国，在大海之中有一座度朔山，山上有一巨大的桃树，覆盖3000里。在桃之东北处有个鬼门，可容纳万鬼出入。门边有2个把守鬼门、监视恶鬼的神仙，一个叫申叔，一个叫郁垒。到了南朝时，道教对丰都大帝的描述就更为系统详细。据陶弘景真灵位业图记载，丰都北阴大帝排在神仙座次的第7中位，是炎帝神农氏，系天下鬼魂的祖宗，管制罗峰山，任期是3000年。据陶弘景真告记载，罗峰山在北方鬼地，山高2600里，方圆3万里。罗峰山上下都有宫殿，山上有6天宫，分别为：第一天宫是咒绝阴天宫，向东是第二天宫是太煞量世宗天宫，第三天宫是明臣耐犯武成天宫，第四天宫是田昭醉气天宫，第五天宫是宗陵七飞天宫，第六天宫是感思连丸吕天宫。这6个天宫是北风鬼王决断罪人地方。万物生灵死后，其魂无不隶属地狱，以生前所犯罪孽处置鬼魂，由上古炎帝，也就是现在北太帝君管辖，所以丰都大帝就是天下鬼魂之主。鬼官的太帝就是北帝君，在第一天宫办事，统帅6天宫，在幽冥界具有生杀大权。由于在魏晋南北朝时，佛教地狱说在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，有所谓18层地狱及十殿阎罗治鬼之说，道教便汲取了这些思想，逐步形成了丰都鬼域，并塑造了丰都大帝的形象。到了南北朝时期，道教已形成丰都大帝主管地狱的信仰，当时称之为北帝君，简称北帝。关于罗峰山和丰都县是否同一地方，而据《清余岳茶乡事从钞》记载，丰都县平都山是道教记载72福地之一，适合神仙居住，却被世人误传为地狱，实在不可理解。而罗峰山是北方鬼地管辖的地区，因此有罗峰治鬼之说，而世人却认为是现在的重庆丰都县。《夷坚志》记载，中州丰都县有丰都观，其山叫盘龙山，即道家所称北极地狱。同样据清方向英使属日记记载，丰都县城的平都山是道教记载72福地之一，素以鬼国都城闻名。又传说汉阴长生、王方平先后在平都山修道成仙，白日飞升，因此后人误读阴王为阴王，讹传为阴间之王。而福地丰都县也被传为阴曹地府，丰都城的阎罗殿也被误传为丰都大帝的宫殿，地藏菩萨讹传为丰都大帝。总而言之，罗峰山是指北方之鬼地罗峰山，原是鬼魂所在之地。丰都大帝原住在北方罗阴峰山，称北帝君或北帝。自宋代起，被世人传为罗峰山是重庆丰都县，即现中国西南部重庆市丰都县，因此修建各类与地狱相关的建筑物，成了华夏有名的鬼都或鬼城，也传说为通往地狱的大门。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所知道的地狱的统领者是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